那么今天下午聊的这个品种是来自于美股的台积电TSM。这一次的品种也是咱们的一个会员约稿主要想了解当前的位置还适不适合继续去切入到这个美股的操作当中。那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吧。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此次中长期的上涨五浪形态还没有结束，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当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冲顶的一个阶段，可能后期只要再出了新高，就将面临重大的一个风险。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剖析一下这一次台积电上涨的整体形态，以及后期面临的压力目标在哪里。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月线图整体走势结构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上涨当中也是出现了月线级别的一浪、二浪、三浪、四浪，目前是处于月线级别的第五浪上涨当中可以说是第五浪上涨的后半程。通过月线，我们大概就确定了当前所处的位置。那下来我们具体需要细分的是这个第五浪内部的一个形态和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这个第五浪上涨，它其实内部是存在一些变化的，有两种变化，一种较为乐观，一种较为中性。那此处我们先讲一种较为乐观的一个形态走势。这次第五浪的起点是在22年的10月底低点是 59.43 美元。从此处上涨，我们先要梳理大概率这个月线级别的第五浪，其在内部应该也是出现子浪的五波形态，五浪一、五浪二、五浪三、五浪四、五浪五，这是当前比较乐观的一种划分方式。五浪二最长的这一波段是五浪三，急速的调整是五浪四。那么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是处于这个五浪五的后半段，后期一旦向上突破五浪三的高点，也就是227美元左右，那就会进入到最后的冲顶阶段。那这是当前的第一种分析方式因为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浪三内部又出现了次级别的五波走势，1、2、3、4、5，这个结构也是比较清晰的。下来我们再说第二种方式，这里咱们用其他不同的颜色做一区分。第二种方式就是五浪一的结束点位不太一样，五浪一、五浪二、五浪三、五浪四、五浪五，也就代表这个整体的五浪它其实已经运行完毕了。五一、五二、五三、五四，这里是五五。那按照常规的说法来看的话，那当前后期的调整，所谓的五浪四按照第二种方式划分，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A 浪回撤的 A 浪。目前处于这波的反弹，它这其实是一个 B 浪，后期还有一次大级别的周线回撤存在一个 C 浪。因为通过刚才的复盘，我们知道当前的走势它两种预期同时存在一种是有新高，一种是没有新高了，也有可能是在上方会目前是走一个强势 B 的一个反弹，一波流形态，然后后期在前高227美元左右，它会出现新的一个承压回落的一个迹象，走出这个 C 浪调整。那么当前就是2选1的一个选择，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第二种。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我们就要从天图继续划分天图的一个子浪内部结构。因为从天图这一次的第一次的调整是从226.40跌到了25年的4月初，低点是 134.25， 整体走势出现了一个五波形态，1、2、3、4、5。既然出现了这个五波形态，一般以往那么要么就是反转，要么就是回撤要出现了，调整要出现了，所以这里大概率是一个 A 浪。那么当前我们其实就是处于这个 B 浪反弹当中。从这个 B 浪反弹的天图来看的话，当中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形态，那也就说明此次 B 浪反弹它仅仅是走了一个一波流的一个走势。所以当前我们在前高的位置，也就是227附近，我们之下我们要特别关注可能会出现的再次的回落走势，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C 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前的点位包括它所处的位置，
风险是大于收益的，因为刚才也说了，突破前高226的位置，向上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主要原因是我们通过这个波浪尺啊，月线级别的波浪尺，我们去测算下一个压力目标位置大概是位于258美元，也就是说突破了226美元的前高之后，向上的整体空间大概只有30美元左右，30美元左右。毕竟从月线上来看，它处于月线级别的第5浪后半程；从周线上来看，它处于其中的5浪5的后半程。所以此处继续去追多呀，个人觉得风险大于收益，不是一笔值得操作的，或者说的划算的比较划算的一个操作方案。因为整体的盈亏比从目前的点位来看，也不是特别合适，尤其从刚才我们从天图上已经划分出来了，当前的这种反向的5波推动结构它已经出现，所以当前在目前的相对高位我个人觉得保持一份理性更多的是考虑什么位置是去离场。至于继续跟进当前的位置，风险较大。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那如果一直跟踪我们的朋友，那么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点赞同时你也可以将咱们录制的这些案例视频，如果觉得好的，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美股台积电的整体走势结构波浪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